欧洲已经为乌克兰耗费了1000亿欧元，但至少我们看不到乌克兰胜利的希望。2025年7月9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一向直言不讳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赤裸裸表达了自己对乌克兰的不看好。他的观点有道理。据联合国方面统计，战争进行到现在，政府控制区人口只剩下3340万。雪上加霜的是，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纷纷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战争援助，就连最支持乌克兰的德国，也将2025年的对乌军事援助减少了1半还多。这意味着乌克兰大厦将倾，已成定局。乌克兰还能撑到2026年吗？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言，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这句话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如今方能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但我们不能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像中华儿女那样做到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少乌克兰的民众就做不到。任外界批评他们胆小也好，逃兵也罢，这些本应扛起钢枪和俄罗斯军队玩命的乌克兰青年，纷纷用自己的行动投出了对乌克兰国家、政府乃至乌克兰民族的反对票。该当兵的人跑了，可仗还是要打，于是那些选择留下的乌克兰人，面对战争不得不付出更多。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抓壮丁，因为年轻人大量跑路，面对俄罗斯军队，无论是在库尔斯克还是在哈尔科夫，乌克兰军队已经难以为继。正如伤残的亚速营老兵彼得罗夫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述的那样，前线到处都缺人，我所在的排仅剩下3名预备役补充，年轻人早就跑光了，他们不愿意上前线，一群懦夫。为了维持住战线，不得已在泽连斯基的命令下，乌克兰军队的征兵官开始对那些普通的乌克兰人重拳出击，在基辅街头随处可见征兵官抓壮丁的场景。例如，在2025年3月31号，据塔斯社报道，在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地区，一位男子被多名警察和征兵官强制制服，随后当着他家人的面将这名男子强行塞入警车，准备前往军队服役。至于是否有过服役经历，身体条件适不适合当兵，乌克兰当局已经顾不上那么多，给这些动员兵发把 AK 步枪去前线送死也无所谓。就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数量本身也是一种质量。当你看到和俄军对峙的乌军战壕里，白发苍苍的老兵和稚气未脱的少年一起瑟瑟发抖，等待着死神的到来时，斯拉夫大区里那种特有的抽象和黑色幽默一道油然而生。战争打到这个份上，不免让人想起了1944年日本侵略者把不到16岁的娃娃兵送到战场的罪恶瞬间。和当年的旧日本帝国一样，乌克兰的失败已在所难免，大厦将倾，已成定局。俗话说，打仗就是打钱。作为一个战士国家，乌克兰的经济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据世界银行权威统计，2023年战争才打了1年多的乌克兰，其 GDP 就萎缩接近 30%。来到2025年，俄乌冲突已经3年有余，乌克兰的经济早已捉襟见肘。2025年，乌克兰财政赤字将超过350亿美元，占到 GDP 的 20%。从缺钱的角度看，乌克兰做出的那些荒唐事也就不难理解。无论是2023年向美国贝莱德财团贱卖国有资产，还是今年2月被特朗普逼着卖稀土矿还债，那都是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为了打仗筹集军费的无奈之举。至于代价，那就只能再苦一苦乌克兰百姓，骂名小则他来担。就拿第聂伯罗钢铁厂来说，这座被誉为苏联计划经济时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的乌克兰招牌企业，因为没钱进口西方国家零部件，以及战争大量抓壮丁的缘故，已经缺工停产。面对镜头，厂长伊万诺夫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满脸绝望地表示，我们曾是苏联的骄傲，现在却连工人都找不到。为了战争，牺牲的远远不止乌克兰大型国有企业，还有小商贩。为了搞钱筹集军费，泽连斯基政府已经彻底陷入疯狂。2024年11月8号，据乌克兰官方消息，泽连斯基政府宣布向乌克兰的个人、个体户以及小企业征收所谓的特别战争税，预计将为乌克兰增添34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为了交税，乌克兰普通民众不得不缩衣节食，减少消费支出。乌克兰的商业受此影响，生意愈发萧条。基辅面包店老板奥列娜就是一位典型的战争税受害者。他向基辅邮报记者哭诉，我每天辛苦工作，却要用少得可怜的收入承担高额赋税，现在连面包都卖不出去了。你把我送到战场上去吧，我不想活了。泽连斯基，覆舟水是苍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啊。这位小商贩的控诉是乌克兰人民心声的集体回响。当乌克兰政府发行的战争国债堆起来，比马里乌波尔的残垣断壁还高，乌克兰民众的忍耐已经快到极限。乌克兰经济的恶性循环却仍然没有停止的尽头。悲催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一直援助乌克兰的欧美却突然釜底抽薪，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2025年7月初，美国再度减少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经停止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海马斯系统使用的制导火箭炮等先进兵器。在特朗普看来，减少援助乌克兰就是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他巴不得早点摆脱乌克兰这个烫手山芋，越看越好。欧洲方面，因为和俄罗斯关系闹翻，能源价值上涨导致通胀，欧元区的经济实力大减，已经无力再下血本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就拿德国来说，作为支持乌克兰的铁杆欧洲国家，因为扛不住民间的舆论压力，德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决定从2025年起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减少一半，从2024年的80亿欧元降低到2025年的40亿欧元。外援的缩水如同抽走了乌克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据检视防务周刊报道，乌克兰将近1/3的先进武器和90%的战争情报都依赖美国，算上炮弹在内，乌克兰武器装备超过80%都仰仗欧美。这种情形下，和俄罗斯对抗的乌克兰就像一个躺在 ICU 病房，全靠西方国家输血来维持生命的傀儡国。什么时候援助断绝，什么时候就要面临战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西方的军事援助减少，乌克兰在战场上正在节节败退。6月30号，俄军以势如破竹的劲头成功拿下卢甘斯克全境。与此同时，在顿巴斯、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正在快速推进。伴随着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俄军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颇有当年苏联红军反攻纳粹德国的势头，胜利就在眼前。时间在流逝，乌克兰的筹码正在一天天减少。纵观世界战争史，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凡是国家之间的总体战，其极限基本就在4年左右。一战，德国就在战争进行4年后的1918年国力耗尽，被迫宣布投降。同样的，纳粹德国作为二战发起国，在1944年同样败局已定。按照4年决胜负的历史规律，2026年2月极大可能是俄乌冲突迎来最终章节的时间。至于乌克兰能不能撑到2026年，那不重要，少几个月多几个月都注定改变不了乌克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发展趋势。2026年，届时我们又将见证历史。美国着急收网，大俄坐等收网，欧洲被抛弃，乌克兰被献祭。这次俄乌之战真的要剧终了吗？如今回头看，这场打了快4年的仗，越看越像一笔糊涂账。当初都以为大俄不会打，结果突然就打了。当初又都以为大俄很快就会赢，没想到一拖就到了今天。当初又以为美英宗能一锤推动俄乌和谈，结果到今天都4锤了还没完。从年初的72小时结束战争，到3月的利雅得会谈，再到8月的阿拉斯加会晤，再到当前的日内瓦谈判，每次都是进展很顺利，结果不如意。就拿这次从天而降的28点来说，还没2天就变成了19点，然后又变成了22点。这和平协议就跟乌克兰到底欠美国多少钱一样，是个谜，说不清楚，也写不明白。没办法，涉事方实在太多，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俄乌战争从来就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事，这后面牵扯着美国、欧洲还有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当初大俄为什么要打乌克兰？你看，北约炮口都对着家门口了，乌克兰这个缓冲区还一天到晚闹幺蛾子，不好好揍一顿，就等于洗好自己的脖子等死。所以乌克兰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美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和平协议才能让美俄欧乌四方都满意？这次日内瓦谈判以及变来变去的和平协议又究竟会把俄乌冲突带向何方？特朗普正在对乌克兰项目进行强制清盘，而他提出的所谓28点和平协议几乎全盘接受了俄罗斯在2022年提出的核心诉求，土地换和平以及乌克兰去北约化。为了让乌克兰就范，美国不惜以断绝军援作为筹码，迫使泽连斯基坐在谈判桌前，还下达了所谓的感恩节 deadline， 说什么如果感恩节不把这28点给签了，你就好自为之。而一旦这个协议真的实现了，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北约自2008年以来向东扩张的尝试正式宣告失败。俄罗斯不仅保住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还获得了理想的战略缓冲区。这对于美国或者北约来说原本是不可接受的，但特朗普有自己的逻辑，不排除他的深层意图是想联俄制华，和私人感情无关。特朗普从他第一任期开始就是东大为头号心腹大患，他的一系列对外政策都是围绕此点展开，这也是他和拜登、奥巴马这些传统恨俄党政客的最大区别。为了这个幻想中的战略，牺牲乌克兰在他看来只是必要的首付。至于泽连斯基会不会答应，说实在的不重要。无论谁当美国总统，他们对乌克兰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傲慢、交易主义，还有救世主情节。利用你是看得起你，弱者根本不配提条件。
而这种按着乌克兰的头签字的做法，也顺便能满足下老美走下坡路时这种超级大国的虚荣心态。我不仅能发动战争，我还能强行终止战争。除了战略考量，赢宗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门槛要过，那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对选民来说，每一分不再流向基辅的美元都是美国优先的胜利。再加上最近丑闻缠身，赢宗继续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人设和票仓。一言以蔽之，乌克兰在美国政府的通胀数据和印太战略面前一文不值。虽然特朗普最后收回了感恩节 deadline， 但心态没有变，最后通牒也还在。说白了就是乌克兰你记住，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我是来通知你的。要么现在签了这个别管几点的和平协议，要么下周不仅没有导弹，连情报共享都会切断，你自己选。与美国的急切不同，俄罗斯现在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时间和战场优势都在他这边。而近4年的俄乌战争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历史铁律，在拼消耗和拼意志这一块，大俄就没输过。普京赌赢了最关键的一局，西方的虚伪民主制度决定了他们很难长期忍受高通胀和战争疲劳。俄军在顿巴斯一线的稳步推进，就是谈判桌上最大的底气。他们不需要祈求停火，他们要通过继续进攻来逼迫对方接受更苛刻的停火条件。复仇的快感总是美妙的，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不仅仅是设立缓冲区，这是对1991年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屈辱的清算。乌克兰的中立化意味着西方长达30年的北约东扩战略在第聂伯河畔撞得粉碎。亚速海即将变成事实上的俄罗斯内湖，黑海舰队的安全从此有了物理保障。俄罗斯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对制裁的蔑视，一个资源自给自足的大国，在脱离美元体系后依然可以生存甚至增长，现在也是俄罗斯最好的战略机遇。美国的退让还有欧洲的软弱给了俄罗斯一个明确的信号，西方是可以被拖垮的，领土是可以通过武力改变的，哪怕将来有一天签了停战协议，只要停火线没有强有力的维和力量进驻，这都只是一场中场休息，随时可能在恢复元气后卷土重来。有人说，战争让俄罗斯经济完全转向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平之后，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可能会崩溃，为了维持生存，俄罗斯将不得不更彻底依赖资源出口。这个观点对也不对，因为如果没有这场冲突，俄罗斯也许不会开启他们这30年来一直想却一直没能做到的经济结构转型。而在持久战的压力下，俄罗斯不得不加快重建自己的航空、汽车、精密机床和电子产业。虽然过程挺痛苦，但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终于又有希望把关键产业链抓在自己手里，推翻过于压在身上的西方技术倾销这座大山。现在的俄罗斯卖资源不假，但也正在向工业强国迈进，甩掉了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俄罗斯彻底拥抱亚洲，搞基建，修西伯利亚铁路，开发北极航道，整个贸易网络也在重组。以后的俄罗斯将很有可能变成连接欧亚大陆的关键物流大枢纽。一言以蔽之，大俄现在的策略就是稳住，千万不能着急。耗到美国迫使乌克兰签字就是胜利。如果说美国着急收网，大俄坐等收网，那欧洲就是被抛弃的孤儿，乌克兰就是被献祭的祭品。现在的欧公子就像一个失去了保护伞、钱包被掏空且面临内部精神分裂的旧贵族，舒适区躺久了，站都站不起来。俄乌和平协议一旦签署，美国撤了这把梯子，欧洲就要独立硬扛了，怎么可能扛得住？新仇旧恨，吓都吓死了。80年了，自打2战之后，欧洲成平已久，早就没有了好勇斗狠的心，更何况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就是一个没有美国支持就无法运转的笑话。过去他们担心如果不彻底击败俄罗斯，未来欧洲的安全架构将由美俄私下交易决定，而欧洲只能买单却没有话语权，所以坚决不签字。但如今不同意恐怕也不行了，一言以蔽之，欧公子没有能力阻止美俄达成交易，也没有胆量独自接过硬扛大俄的大旗。所以英法德三国虽然在公开场合依然会说乌克兰和平计划对欧洲安全的影响必须征求欧洲方面的意见并得到欧洲同意，但在私底下他们估计已经在疯狂计算，如果防线真的停在乌东，我们要出多少亿欧元才能让俄罗斯放弃仇恨。而比起被爸爸放弃的欧洲，乌克兰似乎更惨，血流干了还要被卖，又想要领土完整，又想要加入北约，还想要战争结束，熊掌猎人三得，可能吗？在当前的局势下，能保住国家主权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当然了，咱们是旁观者清，路该怎么走很清晰，但择胜不行，他要面对的是幸存的乌克兰退伍军人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会质问，我们牺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就是为了换来一纸割地求和的投降书，签吧，就是投降总统，不签就是亡国总统。老实说，无论28点怎么变，怎么拉扯，核心框架大概率已经无法改变，投降还是亡国就在他的一念之间，留给择胜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再假装演上几场据理力争的戏码，演员总统生涯也该落幕了。
老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3年前，泽连斯基还是西方议会的宠儿，今天他已经沦为了不知好歹、阻碍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就记住一句话吧，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绝对拿不到。冷眼旁观的吃瓜群众们，热闹看了3年多，大家看出什么来了？我先来说结论。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可能要被打破了，规则从来都是给弱者定的，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有实力你就在桌上，没实力只依靠别人画饼，你就在菜单上。乌克兰有今天纯属自找，当年契合的时候想到了今天的被瓜分吗？被西方忽悠挑事的时候想到了今天的被瓜分吗？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基辛格含金量还在上升，俄乌可能按下暂停键，但世界局势依旧微妙。以前我常说10年之后美中关系会到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但我今天要说明年也很重要。脚盆机家的搞事儿大妈要靠军国主义赚声望，美英宗要靠赢得明年的中期选举政治续命，大俄要恢复经济更深入的拥抱亚洲，全球南方要摆脱美国霸权挣出一条活路，多方势力下场，权力与欲望交织，可以预见明年的世界将会比今年更加见证历史。大争之势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暗流涌动，胜者为王。